嗨呀，大家好，我是 Anko， 我们现在来到了北京，来见一位非常全能的老乡。我们可以10点就可以进去，没问题哈。好的，待会见。口音是马来西亚人吗？人称剪刀手爱德华，双梳双剪走天涯。16岁进入美发行业，纵横英伦时尚界14年，有20多年顶级造型经验。来听听关于他的一小段经历。进入这个行业之后，我一定要做最有名的发型师。在马来西亚，我们的国宝级的歌手都是我的客人，卡迪加·伊布拉希姆、诺库曼·纳萨里、苏雷曼，马来歌手。后来再加上进入广告界了，我去试镜了。挑中了去当发型师，没被挑中当模特。然后这个就是我的第一个广告。这个广告里面，它是刚好有一个拿2瓶可口可乐铺在一起的那个镜头。嘿嘿，这个我很熟。然后那个模特儿呢没出现，导演就说的，直接就叫 Tom 就完事儿了。我还能够出镜，我真的是太幸运了。也会化妆嘛，因为我去过法国那边学过化妆，我就做了一个商场里面的拍摄，化妆跟做头发的。就因为这件事情，我火了。别人说这个妆是谁画的？竟然能够把它画成像个外国人，就是因为我给他画了个妆。这个广告不让发出去，就是说这个不是马来西亚人，查他的身份证，就查这个查那个，后期才播出来的。2个有名的艺人，一个就是桂雅蕾姐，她在北京拍戏的时候是非我不可的。另外一个是梅艳芳，梅艳芳你给她做过头发，你多大年纪了呀？我怕告诉你，我今年59。然后我听说梅艳芳就是很大牌的那种哈什么的。首先第一，她让我在门口等了3个小时。你当下什么心情？人家是明星啊，但你在等多长时间你得等啊，你也不能敲人家的门，为什么你让我等这么长时间呢？你要有这个耐心，哪怕人家让你等6个小时你也得等。再加上里面那个是我偶像，我也没想到我有这个机会。好了，他终于出来让我进去，他是没有跟你说话的，梅艳芳只是跟你 hello，我说梅女士你好，因为我不能叫人安妮塔，我不是她的朋友什么的。她的经纪人就说她的头发要这样。其实我站在那的时候，我已经颤抖到吹完这个整个造型的时候，我就点个头，我转身就走了。我也应该拿一个 CD 呀，他的唱片让他去签个名啊什么的。我那个心情就觉得你是个大牌的歌手，从小我就很羡慕你，你有这个风范是你赚回来的。后来我自己又撞大牌了呀，我能够被挑到来给你做头发，我也不是一个什么小卡拉米，这些小卡拉的东西。到现在你问我后悔吗？我后悔死了，因为一张照片都没有。你有签名吗？没有。你要是问我在美发行业里面最大的一个成就感就是什么呢？北京主办的第1届的一带一路，那个是我最光荣的一件事情。可能就是因为我的语言的关系，我能够讲中文也能讲英文，我就被阿根廷的大使夫人邀请我去给她化个妆，做个头发。化完妆我就走了呗，我就觉得是一个活嘛，对吧？我也很荣幸啊。然后他就说好了，那我们就确定下来。我说确定什么呢？他说我们的总统夫人会来北京4天，你要跟她做头发跟化妆，她是4天都要不同的妆跟不同的发型，不同的服装，她真的是像个模特一样。对于一个发型师来讲的话，这个是 the great achievement。你要再问我你还有什么想法，还想要达到什么梦想，我说没有了。接下来 Tom 还会和我们继续分享他的经历，还有他在北京的故事。Hello， 你好，你好，好，嗨，Tom，Next， 给我2分钟。不着急。你的口音真的很不像马好厉害来西亚人。刚刚我一听口音，我怀疑你们是马来西亚人吗？他是沙瓦从安徽跑下来啊，对，哇，很荣幸。我是来自于一个2个姐姐1个弟弟的家庭，我是老3。我有一个非常爱美的奶奶，然后我妈也是一个很爱布置家里的一个人，因为她以前也是给那些外国医生做家务的，所以她对于那种餐巾呐，要怎么熨呐，所以那些都很讲究的，管得井井有条的那种。家里不是很富有，我是在餐饮长大的一个孩子，从小就蹲在水龙头里面洗碗的那个。其实我也
也是一个最喜欢在厨房绕着我妈裙边的一个孩子。我2个姐跟我弟是完全不喜欢这个的。我妈就说了，那你以后书读不好的时候，你就接待我们这家族的生意吧。我说你打死我也不做，天还没亮就去菜市场买菜，回来还得煮，煮完之后还得卖，卖完之后还得洗，忙完之后整个人都已经累得没有精神了。所以我说我不做这个行业。你的脸就完全从这里了。我是怎么进入这个行业的呢？其实我还是要感谢我妈。我跟我弟的头发都是我妈在不忙的情况下，就拿一个剪刀啊，跟那个梳子啊，就跟我们梳子平剪补贴的那种。我妈一旦忙起来了，我们头发又太长了，我妈就会把我跟我弟就带去那些 barber 推子，推得我们2个像个秃头的那个。回来我们就藏在房间里面哭了，你知道吗？我不想再被剪成这样。我一看到我们的头发盖长了之后，我就开始拿起剪刀剪我弟的头发。你弟是你第一个模特？对，是我成就我进入这个行业里面的第一个人。就是我7岁的时候，我就拿起剪刀剪他的头发。所以后来我书读不好嘛，我妈就说了，那你去学剪头发吧。我也只能够听我妈这么指挥了，是去吧。学美发这个东西呢，如果你没有这个爱好的话，硬强去学你都学不来，因为你没有这个 passion。然后第2个东西就是你的耐心，尤其是碰到那些跟男朋友分手的那些啊，或者是心情特别不好的那些，开始的时候你一定要去沟通好。你在短短的10几分钟的时间，你要了解到他这个敏感度，我们是要有的。所以我曾经在英国的一个报道里面看了一篇文章，他说发型师是一个没有经过专业培训的一种心理医生。一个客人如果他来的时候，你知道他是这个情况，你要是没有这个耐心的话，你这个客人你是接不到的。但是对我来讲，越南接待的那些客人，那个挑战更强。最终我把你拿下了之后，我就觉得 yes， 我做到了。来给你张纸。我曾经也被采访过，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发型师。我说，其实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一个发型师，是完全在你自己。因为我想要做一个高端的客人，那你是不是要提高你自己各个方面的素质？那些客人有素质的人才来，觉得你有这个条件，我觉得我头发交给你，我也有面子，它就是一个奢侈品。然后我也在北京开了一家我认为是最漂亮的发廊，它是个扇形的落地玻璃的。哇哦！我把它弄得像舞台后面的一个化妆间。那后来为什么搬到这里呢？就是因为疫情嘛，我们那个时候也不能够做生意了。你好。哦。哇，这工作室好精致啊！也是老板娘跟我凑在一起的想法，放了一些古董，在这儿。其实他放他东西在这儿，我都很害怕，怕弄坏什么？对。古董真的是价值不菲啊！对。合同也刚好到期了，我也挺幸运的，我觉得就解散了。解散了之后，也是一个非常非常 ，I think is the best thing can ever happen to me， 因为你没有任何的压力了呀。对对，你没有了店，你没有了租金，你没有了员工的工资，其实当老板真的是不是一件好事儿，很压力。但是我很爱这个行业。推给你那个图片，就是我跟总统夫人做头发的图片。我在英国待了14年，才决定来这里的。我刚好有一个台湾朋友，他说 Tom， 你会讲中文，你会讲英文，然后呢，你又剪头发剪得那么好，你应该去中国。你只要人呈现在中国，你就很值钱。我说什么意思啊？他说：“你想想，只要你在那儿的时候，那些不会讲英文的、不会讲中文的人呢，也来找你。所以说，你的优势是特别特别的强大的。”我被他说服了。我所有的英国朋友都不会想到我会离开英国，因为我英国的生活过得太舒服了。其实我的工作给我带来的自由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因为我是水瓶座的，是风象星座的，是自由是很重要。我觉得我还真的是选对行业了。我是很害怕拥挤的，我有恐惧感，你明白了吗？人群恐惧。对，我是很希望有空间。你看我这个
楼顶挺高的。我觉得这个是北京的一个满足感的，就是北京不缺空间。你看北京多大呀，是很大，每个景点都很大。对，真的是。你要去一个地方半个小时根本都不是，这是正常的了。对。其实我来的时候刚好是在2006年的时候啊，我是见证整个北京城改头换脸的一个人哈，因为08年奥运会嘛，我是看着他们24小时都在做这个事情，修路啊，做这做那，我就觉得还有1年多一点就到奥运会了，能完成吗？怀疑他们能不能做完。他到时的时候，他出来的那个画面，你根本就不敢想象。我觉得中国的这个进展的速度是没有任何一样东西可以阻止，它只能够会更好。现在你看，在北京的话，你拿个手机就能够做出所有的东西。你最害怕的2件事情，一件就是银行卡里面没钱，第二个就是手机没电。中国现在不是电子钱用的最发达的一个国家吗？这中国人多可怕！这个就是我选择了在北京生活我的后半生吧，因为我的前半生的时候我在英国那个时候是经济最好的时候，我现在选择来了中国之后，中国是经济最好的时候。你想想，我就觉得我是一个很幸福的人。你能够在选择在你人生中里面去到2个国家都是最旺盛的时候，你是很幸运的。那因为我们之前有来北京玩过嘛，关于北京美食的话，有没有什么喜欢？我刚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吃什么东西都不行，尤其是说水煮鱼啊。我去的时候，他一来，他是整锅油花椒、黄豆泡的鱼片。我说这个叫水煮鱼啊，这不是叫油煮鱼吗？我一直吃饭吃的东西都很清淡的。要了解到北京的那种北方的吃法，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那前提是因为我是在餐饮里长大的孩子呀。对，我不害怕，我想吃什么我在家里自己煮啊。我要是在家里做什么好吃的呀，我就会把我马来西亚朋友邀请过来吃那些福建面啊、咖喱拉萨的那种咖喱鸡啊那种。你去过马来西亚吗？去过。那你觉得你去过那边的话，跟中国我来采访你了。从你在这里出生的一个中国人去到马来西亚，你会觉得它的差别在哪里呢？老实说，就是会有出国，但又没有完全出国的感觉。我是觉得这样。当然，从文化上来说，我会觉得马来西亚的人的思想，我觉得比我们更西化一些。我特别能理解你的刚才的说法，因为你去到那边，你会觉得有小的时候的那些影子在那。其实我们马来西亚的话，除了在吉隆坡以外很繁华的中心以外，它在别的地方，它依然保持着那种原始的那种生活的状态。所以为什么我们马来西亚的那些柔佛州啊，或者是什么彭亨州啊那些地方，他们都是国语的沟通的，因为他们小学的时候就上国语嘛，然后邻居全都是用国语沟通的。福建话、广东话的那种差异，除非是跟家里人出去的话，见到中国人就是国语。我能理解你说的话，但是我们马来西亚长大的中国人来到这里的话，最大的一个差异就是因为我们跟不同的民族长大，这里的话中国人只跟中国人长大，所以变成没有其他的那种文化差异的这种碰撞，没有让你会去了解到别人的那种，比如说他们吃的东西不一样啊，他们穿的衣服颜色也不一样啊，打扮也不一样。因为我从小的时候看到这些马来人跟印度人穿着 sari 啊，戴着帽，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讲不断的在接触这个东西。学剪头发的时候是在马来西亚学的。我为什么剪沙发剪得那么好，就那种筛卷的那种沙发的那种，我们有华人植发嘛，有印度人，印度人那是卷毛，马来人也是。以前的情况下没有什么拉直啊、拉直高啊什么之类的，就完全是靠剪就把它剪出一个发型来。我非常非常珍惜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在马来西亚长大，我很幸福，我有这个机会，所以我懂得很多不同的方言，福建话、广东话、客家话啊、闽南语啊，因为在那边环境造就了我了解了这个东西。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我看到那些孩子的时候，他们的那种视觉的那种是很狭窄的，所以你不断的要去告诉他们这个东西是很难的，除非你买张机票让他去那边。所以我就觉得有其他的一种风俗的影响，对于一个人的成长
要，是非常重要的。我就觉得每个孩子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必须出去绕一圈回来。你可以不喜欢，你可以很讨厌，那你回来之后，你会更加珍惜你现在拥有的生活。因为你去到那边的时候，你不会觉得，哎呀，三明治啊，哎呀，炸薯条啊，这些都不是人吃的东西啊。那你去了之后，你回来，你会更加珍惜你在中国的拥有的那些生活。城市生活有很多各种不一样的这种人存在，除了我们自己中国人以外，我很幸运的就是因为我们马来西亚是属于英国统治的一个英国殖民的，然后我们从小都是看的电视都是英国美国的电视，英语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的是必须学的，哪怕你是中文学校还是马来学校，你都必须得要学的一门语言。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幸福，因为你学会了英文之后，是给你打开了一扇特别大的门，你去到哪都讲英文。经过这个疫情，我们大家都伤痕累累，要来中国投资做生意的这个很雄厚的资本，然后你有很大的胆量，然后你觉得你这个做是绝对赚钱的，你当然是可以去尝试。但是现在这个年代，什么是绝对能赚钱的呢？对吧？你会觉得中国机会很多吗？现在？我真觉得还是依然中国的机会还是挺多的。首先第一，中国的这个人流本身就在那儿了，所以说你做现在的这个网络的这个东西，你不需要到现场，你明白了吗？你录了一个视频，哎，这个视频好看，哎，很多人看过，你的流量上去了，你自然这条视频你就火爆了。你要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吧？所以说你要出去创业，你要拿一笔钱，你还得装修，所以说必须得用互联网去赚钱。虽然我没有这个精力哈，你们年轻人还是需要跟上这个脚步。我就觉得这个已经是没有逆转的一个互联网的年代了，它只能够越走越快。我们的 AI 还没有完全出来哈。我唯一觉得最安慰的一件事情是 AI 再怎么牛，它也代替不了我的工作。大家都会很担心。对，因为我有很多同学啊，他们跟我同样的年龄，他们的孩子都20-30岁了呀，就觉得大概读哪一科呀？读完出来之后，不好意思，人家机器人做了。现在的新的一代的这个节奏，真的是你没有经历，你是绝对跟不上的。所以你问我以后还有什么想法吗？我说没有了。我现在还是在做这个行业的原因，是因为我特别爱我这个工作。在5年后，我应该也开始剪不动了吧？我曾经说过，我一定会剪到我剪不动为止。我也很享受退休的想法，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我也挺努力的。我在英国工作的时候，人家叫我工作狂的。我最早一个人到，我最晚一个人走，所以我就觉得我年轻的时候我也玩过，我也努力过。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你就在问我，再过5年我会在哪里？我觉得我希望我是在一个很舒服的地方养老。也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你不把你的这个艺术这么好，你传承下去啊？还真的是挺难的，找到一个合适的人。对，我也希望能够看到你们的一个特别火爆的一个。我们也希望一直在一直会有，肯定会有的。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只要你不放弃去做，中途你会觉得很难。对。真的是坚持下去的那个心情，拍了这么辛苦，那这看的人只有3个，你太惨。这个是要用心去做的。对，好，今天就到这里了，非常谢谢 Tom 老师把他的人生经历非常真诚的分享给大家。如果大家喜欢的话呢，不要忘记给我们点赞、关注、订阅、分享。我们之后还有更多有趣的内容。老师，来，再见。再见，我们下期再见，拜拜。拜拜。请问是剪好看的人有成就感，还是剪像我这样没那么好看的人比较有成就感？谦虚的，你挺帅。如果他是一个长得特别帅的，或者是他长得特别漂亮的，那当然是效果出来是最好的，更好看一些，更上一层楼了哈。对。但是你不能够以一个人长得不好，你就跟人家剪不好。你一定要设计一款发型让它更好看，你要把它的缺点给遮起来呀。你在接待每一个客户的时候，你都很认真，人家是看得到的，骗不了别人的。如果这个客户做好了之后，下次再回来，我会觉得我肯定会把你这个头做的比上一次更好。你要是这个客人来这儿剪完之后收了钱就算了，不可能拿起剪刀剪到60岁的。